在具体分析电影之前，先来看一个最能展示阿尔兹海默症残酷性的一个片段。这惊悚的一幕让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成为了2020我最爱的电影。因为人们眼中看似荒唐的情节，我却找到了现实参照。我的妈妈就是影片中女儿的角色，虽然我没有办法走入她的头脑中去窥探她的所思所想，却间接感受到那种近乎崩溃的情绪。而当人们在猜测这段情节到底是父亲的疑心，亦或是女儿的幻想时，我看到了一条同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女儿的留言：这一定是女儿的想象，甚至电影只出现一次，简直太少了。一部表现病症的电影最该做的，就是对照护者心境的关照和真实人性的展示。当大脑被身心俱疲的煎熬与压倒性的挫败感占据时，任何至亲之情都显得何等渺小，再残酷的想象也变得如此合理。所以我相信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对电影《妈妈》十分期待，渴望出现一部国产电影，替病人、替照护者诉说他们心中难以言说的痛苦，让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人得到慰藉，同时也能让普通人对阿尔兹海默症正确的看待和理解。然而我没有想到，妈妈让我经历了今年以来在影院中最失望、最煎熬的109分钟。在全网几乎一边倒的赞扬时，我越来越感到这部电影既没有尊重疾病，也没有尊重女性，更没有尊重电影。判断一部电影好坏最直接的方法是同类对比。杨丽娜导演的作品《妈妈》让我联想到另外3部同为阿尔兹海默症题材的电影，比如前文提到由舞台剧导演泽勒执导，安东尼·霍普金斯2度斩获最佳影帝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让朱莉安·摩尔同时获得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的《依然爱丽丝》，还有一部许鞍华导演的代表作45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并让萧芳芳拿到3座电影节奖杯的《女人四十》。而妈妈中母亲的扮演者吴彦姝凭借此片在84岁的高龄获得北京电影节最佳女主。也许有巧合，但这些事实侧面证明，无论如何观众都很难拒绝最具情感力量的表演和以亲情、疾病为主题的动人作品。尤其像阿尔兹海默症这样会令人心碎的疾病，先天带有好哭的气质，因为这一病症是从心理到身体一步一步颓败的过程，是不可控的自我转变，不可逆的死亡威胁，也是一场无论如何自救都徒劳无功的战役。无论你曾经拥有怎样的体面，你都会慢慢遗忘，从忘记知识、技能到忘记亲人，然后忘记自己在人世间存在的所有痕迹，直到最后忘记自己。这甚至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疾病。更糟糕的是，你最终连感受羞耻的能力都一并消失。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和提前宣布死亡没有什么区别。What is it? I feel as if I'm losing all my leaves. Your leaves? Yeah. 面对这份残酷，哪怕我们丝毫不了解这个病症，也不会影响我们为这些关于忘记、关于失去的情节而共鸣，而流泪。所以当电影中的主人公出现类似阿尔兹海默症时，从剧作的难度来讲，让观众哭是一件并不难的事情。尤其当电影中让65岁的女儿患病，85岁的母亲照顾，并把2张充满岁月痕迹的脸庞放在一起痛哭流泪时，任何人都可能瞬间失控。然而好哭不代表电影好看，更可惜的是妈妈对煽情的处理并不成功。预告片中令人流泪的地方放在成片中反而消减了感人的效果。除了对剧情的过度曝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观众对电影情节合理性的质疑。它完全不是现实中的阿尔兹海默症，这种过度美化疾病的做法非常令人抗拒。我没有医学背景，无法给出阿尔兹海默症的真相，也不好用我所看到的病症个体表现来质疑影片的准确度，这方面大家可以自行判断。我想用一个更贴近我们生活的角度来分析关于照护者的角色。有一本直击医学本质和照护核心的书，作者凯博文在书中描述了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妻子10年的照护时光。当他从一个理论专家转为一个亲身经历的照护者时，那些关于经验的语句中透露的是无力和沮丧。书中有这样一段，
在阿尔兹海默病的领域，各种专家权威都倾向于把这种疾病描写成有着清晰的进展阶段，从早期的轻度到中期的中度，再到晚期的重度功能障碍。我相信这种画法让阿尔兹海默病的处理和讨论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亲身经历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疾痛叙事完全不是线性的，相反，它没有逻辑，不可预测，有时甚至是完全随机的。这个故事不断的自我循环，时断时续，我们从中学到一些经验，又得立马否定它，然后再积累一些新的。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成功，就好像一套组曲，全是尚未完结的主题与变奏。这本书非常有价值，因为照护是这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然而妈妈中，照护者却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无论从照护行为本身，还是对照护者心态的剖析，都流于表面。女儿患病的每一个阶段都在表现母女间的互相体谅、互诉情感，却忽视了病症所带来的个人困境和照护者处境的艰难。女儿的几次麻烦也用神话母亲能力的方式轻易化解，偷窃的段落甚至采用了极度浪漫却毫无生活质感的画面一笔带过。彼此之间的袒露心声也都选择在拍摄偶像剧惯用的那种美好和梦幻的地点。电影无需像纪录片一样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事情的还原，但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不应该如此悬浮的架空生活。如果深究，电影中专业照护人员的缺席完全不合理，故意让85岁的母亲独立照顾65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女儿，这个看似有创意反套路的故事设定本身就反常识反逻辑，这和一些纯虚构的类型电影的做法有些相似。阿尔兹海默症只是为了满足剧情需要，达到煽情效果的一种工具性手段而已。真正照顾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有多难？27年前的电影《女人40》中做出过有价值的影像探索。定一就快开学了，怎么处置你爸爸你自己想办法。对家人而言，这不单单是一场突发的巨变，更是无尽的生活琐碎点滴扩张的痛苦。照护者的耐心和精力被一点点耗尽，最终亲情的责任完全败给了身心的疲惫和煎熬。干脆你别上班了，留在家里照顾爸爸好不好？老婆，放你的春秋大屁！我告诉你啊，上班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我严重警告你，我不会放弃的。喂，你最大的幸福不是嫁给我做老婆吗？你最大的生活乐趣不是我提供的吗？你是提供了，你把家里最大的一块狗屎往身上揽，然后硬塞给我吃。电影最出色的地方是没有赋予角色传统的孝道和道德压力，儿媳照顾公公的理由非常朴素。最初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她对突然离世的婆婆情感上的报答，而当公公的病情慢慢恶化，家庭和工作都面临各种困难时，照护的理由好像变得更加模糊，更像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咬紧牙关应对这场生命中躲不过的变数。老爸，以后你和妈妈老了会不会和爷爷一样啊？会又怎么样？不会又怎么样？做儿子的不应该照顾父母吗？那我宁愿你们别活那么大年纪了，省得大家都那么累。晚安。我的妈妈也漂亮，比这位妈妈还漂亮。我妈妈也很漂亮，我妈妈大眼睛。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单从定义的角度，妈妈确实是一部女性电影，而且是最聪明讨巧的一种。这个学术上听起来很前卫的名词，总会让人联想到对性别议题的探讨。但女性电影其实是一个更模糊宽广的概念。戴锦华老师曾转述过，拍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人鬼情》的导演黄蜀芹对此的观点：女性电影就像是一个习惯了坐南朝北的建筑开了东西向的窗就是我们在通常是墙壁没有窗户的地方打开一扇窗，那么这扇窗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风景。而相比电影中众多的女性身份，母性是最柔和，不容易造成性别对立的一种，将男女之间可能产生的认知矛盾降到最低。男性甚至可以比较轻松地带入女儿的视角去观看。所以国内的女性电影大多选择走妈妈的路线，其共同点歌颂母爱的伟大。由此我想表达一个个人化的观点，我认为这类影片都属于伪女性电影，这不代表影片质量的划分，只是对真正女性视角的追求。歌颂母爱与母女关系的探讨完全是两件事。母爱伟大
可同时也是最令人窒息和压抑的一种情感。它比父爱更复杂、敏感和情绪化，包含着你属于我这样霸道性的血缘定论。因此现代的母性议题一定要有对母性职责神圣性的破除，对身为女儿或母亲的身份加入反思和觉悟。杨丽娜的前作《春潮》大胆地刻画了一对非常态的母女，我们看到了不像母亲的母亲和不像女儿的女儿，用我与母亲的关系隐喻了我与世界的关系。哪怕当折磨中血肉相连的亲情慢慢耗尽，彼此的牵连依然会持续一生。更大胆的对母女关系的拆解出现在伯格曼的电影《秋日奏鸣曲》中，反对宿命、破除固守的观点，并让我们认清一件残酷的事实：爱一个人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不是所有的母亲都会爱自己的子女，也不是所有的子女都必须爱自己的母亲。Vilken fruktansvärd kombination av känslor och förvirring och förstörelse. Allt är möjligt och allt sker i kärlekens och omtankens namn. Moderns skador ska ärvas av dottern. Moderns misslyckande ska dottern umgälda. Moderns olycka ska bli dotterns olycka. Det är som om navelsträngen aldrig blivit avskuren. Mamma, är det så?从这个维度上考量，连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情感格局都无法跳脱的影片，如何算得上女性电影？作为杨丽娜女性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妈妈在春梦春潮之后又一次将女性置于故事宇宙的中心。电影的主创几乎全都是女性，两位主演也是演技可圈可点的好演员，却最终用80分的班底拍了一部不及格的作品。影片声称关注中老年女性，却完全忽视了女性的现实困境，带有时代伤痛、彼此间存有芥蒂的母女关系的转化完全流于表面。妈妈这样一个本可以赋予太多含义的称呼，也变成了一句口号式的呼喊，甚至为了强调母亲的伟大，故意抹杀了母亲也是一个85岁普通老年人的事实。这位母亲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创作上的傀儡，只在帮助创作者执行任务、履行使命、完成说教。杨丽娜曾把春梦春潮比喻成自己的孩子，那电影妈妈的确不像是亲生的作品。从整体的利益和所有的实现手段来看，妈妈根本不是一部电影，只能算作一个超长版的公益广告，甚至都可能去掉公益的部分。妈妈的问题也不是个案，这种典型的关起门来聊现实的创作态度充斥在大量的影视剧中，把病症作为煽情的工具，当成宽容谅解的借口，把母爱传统价值观变成一块掩盖现实问题的遮羞布。更可怕的是，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更不真实的妈妈们。这一期视频可能冒犯了一些人，部分言语也许冲击了你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对此我很抱歉，但我只想表达自己对电影的态度，这也是电影赋予我们的权利，解构传统的价值观，做大胆的艺术尝试和对人性的探索。我是静，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